马西亚斯·恩圭马绝对算得上非洲的波尔布特，因为他每天想的都是如何将自己的国家推回到原始社会，是反主政策的创始人，人类清除计划的开创者，非洲反养殖的先锋模范。很多人相信马西亚斯脑子有问题，事实也证明他脑子确实是有问题，不然也不可能做出反主的事情。在长达10年的统治生涯里，赤道几内亚的30万人，其中接近10万人被马西亚斯给整死，知识分子和戴眼镜的全都逃到了国外，跟当年波尔布特的焚书坑儒一模一样，禁止一些与西方有关的东西。而马西亚斯能够登上总统的宝座，也多亏西班牙人独特的眼光，本想扶持一个傻子当傀儡政府，结果却找了一个反骨仔。大家好，这里是糟糕的历史，我是听闻之。在19世纪殖民盛行的年代，西班牙从第一殖民大国混成了吊车尾，以至于到了2战期间，他在非洲只剩下赤道几内亚这种鸟都不拉屎的地方可以抽点油水。到了20世纪60年代，其他西方国家纷纷撤离殖民地，全世界掀起了独立热潮。西班牙这边很快也就意识到自己所剩的最后一点遗产也将保不住，于是就想着在赤道几内亚扶持一个傀儡总统，继续给西班牙输送养分。但这个傀儡总统需要符合几个条件，第一就是忠诚，绝对的忠诚于西班牙；第二就是蠢到分不清草泥马是在骂他还是在表扬他。别看就这么2个条件，但还真的是很难找。普通人虽然没什么文化，但恨透了西班牙，而国内的一些公务人员又鬼精的，嘴里大喊忠诚，实际恨不得你马上去死。就在西班牙殖民者逃跑的时候，一个奇怪的名字突然出现在他们的视野中：弗朗西斯科·马西亚斯·恩圭马。没错，马西亚斯给自己名字前面加了一个弗朗西斯科，因为他疯狂崇拜西班牙的统治者佛朗哥，所以改了一个差不多的名字，这也显得他足够的忠诚。之后西班牙人就对他进行了调查，发现他的父亲是一个巫医，但是为了制作祭品，把自己的弟弟，也就是马西亚斯的叔叔给杀了。这完全可以看出他们一家子的脑袋都不太正常。马西亚斯小学毕业后，到一个西班牙定居者家中当仆人，但是遭到了各种歧视和虐待，所以他面对西班牙人就非常的自卑和害怕。看了他的经历后，殖民当局非常肯定马西亚斯就是他们要找的那个人，但之后他们还发现这个人甚至还超出了他们所需要的标准，蠢得一塌糊涂。为了能够让马西亚斯顺利成为傀儡总统，第一步就是得让他进入体制内。可谁都没想到，马西亚斯在公务员考试的时候超常发挥，连续挂了3次，而且这3次都是单独给马西亚斯安排的送分试卷，就是那种全部打叉都能得满分的题目。连挂3次后，西班牙人也看不下去了，但重新找人又已经来不及。其他非洲国家独立的呼声越来越高，赤道几内亚的也出现了呐喊的声音，所以在第4次公务员考试的时候，直接打招呼给了他一张写好的试卷，只用填个名字就能获得满分。很庆幸马西亚斯还记得自己的名字，所以顺利地通过了考试，成功地加入到西班牙殖民政府担任法庭翻译。但3次考试失败的经历并没有让马西亚斯怀疑自己的智商，是认为出题者在故意刁难他，所以在心里暗暗发誓，如果有一天自己掌权，那就杀光所有读书人。会写名字的马西亚斯成功地加入到西班牙殖民政府担任法庭翻译。为了试探马西亚斯的忠诚，殖民政府故意弄了几个冤案，让马西亚斯把黑的说成白的，法官宣布无罪的人，他要说成死刑并立即执行。忠诚测试通过后，马西亚斯迅速被殖民政府提拔成了蒙哥莫的市长以及议会的议员。1963年，赤道几内亚获得自治权。1964年，马西亚斯被任命为赤道几内亚副总理。1968年，赤道几内亚正式独立，并且在西班牙的干预下，马西亚斯顺利击败对手，担任总统，还兼任军队总司令和国防部长。新官上任3把火，但西班牙怎么都没想到，第1把火居然烧的是自己。马西亚斯上任后的第2个月，他就组织了对西班牙人全面驱逐的活动，号召全国上下赶走看到的每一个西班牙人。整个反西班牙活动中，总共有大约7500名西班牙人逃离赤脊，还实行经济封锁，推翻西班牙制定的宪法，没收他们在赤脊所有的武器和财产，在殖民时期搞起来的基础建设都给马西亚斯做了嫁衣。而这些西班牙常住人口大多数都是教师、技工、商人和管理人员。把西班牙人赶走之后，马西亚斯就调转枪头对准国内，准备烧起第2把火。当时赤道几内亚人口差不多30多万，但有文化懂技术
数的没几个。更大的问题是，赤脊没有自己的货币，也没有自己的国家银行，这也就意味着西班牙人走后，赤脊全国的公务员将发不出工资，其中还包括马西亚斯他自己。外交部长阿塔纳西奥·恩东哥知道西班牙人走光后会对赤脊的社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于是赶紧劝马西亚斯镇压骚乱。结果马西亚斯认为恩东哥是西班牙的走狗，是殖民势力的残余分子，必须出重拳以儆效尤。恩东哥被枪毙后，赤脊第一届内阁里大多数官员都开始反对马西亚斯。12个内阁成员枪毙了10个。1970年7月，马西亚斯把全国的所有党派合并成了一个党派，取名叫统一劳动党，自己给自己封了一个终身主席、终身总统的称号。这还不够，后面还给自己加戏，封了一个赤道几内亚奇迹的荣誉。有了这些身份加持，他觉得单纯当一个国家的总统好像少了点什么，于是又给自己封神。充分利用赤道几内亚文盲率高的这一特点，他命令所有的教堂挂上自己的画像，宣称自己是唯一的真神。赤道几内亚也是在他的要求下，神才创建出来的。如果没有马西亚斯，就没有赤道几内亚。这样一波操作下来，收获了一大波脑残粉，毕竟文化水平都一样，啥都不懂。之后马西亚斯认为效果已经达到，就干脆取消所有的宗教，不准百姓做祷告和办丧礼。前面马西亚斯把中央银行行长处死之后，这个国家就没中央银行了，国家财政全部都纳入到自己的账户里面，爱怎么花怎么花，老百姓的死活他压根不管。如果谁敢提出问题，把他杀了就可以了，这样国家就不会有问题了。不得不说，马西亚斯真是个人才。全国的重要机关不是被关闭，就是负责人被杀，把提出问题的人解决掉，问题也就一起跟着消失。只要是指责过他的人，通通被抓起来枪毙。为了保证社会对自己没有任何非议，他禁止所有报刊杂志等媒体的存在，对国内的知识分子进行了有组织的流放和处决，也关闭焚毁了所有的图书馆。1974年关闭了所有的教会学校，1975年禁止了所有的民办教育，枪毙了自己的老师。从此赤道几内亚成为了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教师的国家，同时也禁止任何人在赤道几内亚说知识这个词。一些因为近视或老花戴着眼镜的百姓也遭到迫害。20世纪70年代末期，共有15万人左右逃难到国外，将近全国一半的人口，就连来赤道几内亚种植园工作的4万5千名尼日利亚人被吓跑。咖啡豆可可果是赤道几内亚唯一的产业，在几年内迅速崩溃，种植园大量抛荒。到1981年，国内咖啡产量下降了78%，可可产量下降了98%，经济陷入了全面崩溃。国家管理没有人做，肥沃的土地也没有人耕，马西亚斯只好把亲戚都通通塞进了内阁，其中还包括他的好侄子奥比昂，但家人都是文盲，处理不了复杂的事情，所以马西亚斯就关闭了大多数部门，只保留了军队、警察和监狱，说这是政府都是抬举他，实际上就是个集中营管理机构。国际社会也的确是如此评价的。外交官们称马西亚斯统治下的赤道几内亚为非洲的奥斯维辛或者黑色高棉。论种田，那波波肯定是最在行的。马西亚斯也把老百姓关到集中营去种植咖啡豆，但种出来的东西他又不知道如何加工和出口管理，种了也等于白种，纯粹当做了给百姓强身健体。马西亚斯的口袋也即将没钱，拖欠警察好几个月的工资没给，别人找他讨薪，他一定会说下次不一定。国内赚不到钱，那就想办法从国外搞外汇。马西亚斯也是绞尽脑汁，参考了国内外很多种赚钱的方法，结果还真被他找到了一种来钱快、零成本的勾当绑架。但凡在国内看见一个外国人，就立马绑架他，然后威胁那个国家打钱。这种一手交钱一手交人的买卖稳赚不赔。绑架一个德国妇女赚了57000多美元，一个西班牙教授赚了4万美元，一个苏联人却只要6000美元。那为啥苏联人会这么便宜？因为苏联在早期的时候对赤道几内亚还不错，所以打了个折。他算准了赤道几内亚这种穷得掉渣的国家，来打他一趟都不够油钱，因此各国核算了一下成本，就当是拿钱喂了狗。马西亚斯还有个独特的癖好，就是喜欢人妻。如果他是有妇之夫，就马上把她变成寡妇，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和她在一起。这操作简直是毫无破绽。如果这女的还没嫁人，那就枪毙她所有的前男友，绝不留一点绿帽的机会。经过10年的不懈奋斗，全国只剩下了1/3的人，没有教育，没有图书，没有电力，没有知识，没有政府，也没有经济。赤道几内亚终于退回到了原始社会。1976年6月，几名军官一起去找马西亚斯讨薪，因为军队已经拖欠了几个月的工资。然而
马西亚斯仍然使用老方法，将几个讨薪的军官通通枪毙了事。但是这一次却捅了大篓子，因为带头讨薪的人中有他的大侄子，也就是奥比昂的亲哥哥。奥比昂看到死去的哥哥后，心里就想，马西亚斯这个畜生竟然连家人都杀，会不会下一个就轮到自己呢？奥比昂害怕有一天也会落得如此下场，于是干脆先下手为强，带领手下发动军事政变。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政变过程相当顺利，全城几乎无人抵抗。马西亚斯听到风声后，拎着2大箱子美元跑路，结果2个星期后被抓了回来。有医生专门给他做了鉴定，结果发现好家伙，原来这小子有精神病啊，而且病得不轻。刚执政没几年就开始吃药了，后来还吸毒，整天疑神疑鬼，病情越来越严重。合着赤道几内亚被一个精神病患者统治了11年，要不是政变，估计都查不出来。奥比昂为了表示自己和叔叔的不同，决定公开审判马西亚斯，但他面临的第一个困难就是没有法律，因为在之前纯粹都是看马西亚斯的心情来决定，罪犯是被枪毙还是活活打死。无奈之下，奥比昂从西班牙请来了法官团，按照西班牙的军事法律审判。马西亚斯被控犯有叛国、贪污、种族灭绝、破坏公共财产等多项罪名，同时还有8万项谋杀罪。法官们经过研究，最终一致认为应该判处无期徒刑。但后来得知马西亚斯是一个精神病人，那么按照西方的法律来判的话，他可以完全不用承担责任。精神病患者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就在法官决定宣判无罪的时候，奥比昂绕过法官，宣布判处马西亚斯死刑。但由于马西亚斯长期宣传自己是超越上帝的神，赤道几内亚的人还真的相信，所以不敢冲他开枪，最后还是雇了几个摩洛哥皇家卫兵来执行的。当然，奥比昂推翻了他叔叔的独裁后，自己也当起了独裁，全国上下穷得连水都喝不起，而奥比昂的儿子则在国外挥金如土，连美国都没收了好几次资产。不过非洲就是这么个神奇的大陆，在那里拥有最困难的开局和最丰富的人生体验，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又从现代社会退到原始社会，充分展现了人种和观念的多样性及变化性。每届领导人都是一本极具价值的参考书。那么以上的内容仅供参考和学习，有遗漏的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点赞关注就是对我最好的支持。拜拜。